在遥远的狮子星系阿提尔拉圣法星舰联盟，一个强大的星际国家统治着拉格朗日点的无尽空间。作为联盟的精锐战力，阿提尔自由军的龙骑兵小队接到了一项来自马尔斯特利亚第三公主的特殊任务，突破敌方重重防线，摧毁阻碍前进的城市激光防御系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小队成功俘虏了敌方的地方总督。然而这位总督被捕时的一句话却如同一把利刃刺入了龙骑兵小队队长艾雪尔的心底，揭开了他尘封已久的神秘过去。随着谜团的逐渐浮现，艾雪尔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星际战争，还有一段与300人计划有关的黑暗往事。这段过去正在将他一步步拖入未知的深渊。来啦！莱恩在整理着装备，说着他拿出一套装置递给艾雪尔。针对你的战斗特点，我改进了下现有的战斗衣，为你打造了一套纳米机器战甲。艾雪尔接过战甲，试图穿上，但战甲似乎活了过来，自动贴合他的身形。这比我想象中的要轻巧得多呢。莱恩自豪地解释道。这是纳米技术的力量，它会根据你的需要实时调整。你忘了我可是枫叶区科技大学的青年研究员呢。确实，现在想起来，比起雇佣军，你的本质是研究员的。艾雪尔想起来第一次与莱恩相遇的记忆，那是在枫叶区科技大学装备研究室一个黄昏，阿提尔自由军的一次装备开发委托。艾雪尔回忆起那天的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那是他第一次走进枫叶区科技大学的装备研究室。当时的他身穿一件普通的训练服，站在实验室门前，心中既好奇又略显紧张。莱恩正忙碌地在各种仪器之间穿梭，他专注的神情让艾雪尔感到惊讶。对于他来说，这位年轻的研究员似乎与他想象中的科研人员截然不同。他不仅有着出众的技术，还充满了对装备设计的热情。你是阿提尔自由军的代表吧？你好，我是艾雪尔。我听别人说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战斗天才。戴恩终于抬起头，微笑着看向他。我正在设计一种全新的战斗装备，希望你能帮我测试一下。艾希尔没想到这次的合作竟然会是他与莱恩之间深厚友情的开端。通过那次测试，他亲眼目睹了莱恩的才华与创造力。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研究员，更是一个了解战士需求的天才设计师。说起来，那个黄昏，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看见我的样子，紧张的像只被困的小鸟。我当时只是好奇这个传说中的研究员到底长什么样子，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装甲的确不错。纳米装甲覆盖艾雪尔的面颊，他随即跳起装甲，如同拥有生命般完美地追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艾雪尔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与力量的结合。动手臂，艾雪尔突然幻想一把太刀握在自己的手中，奇迹般的装甲的一部分迅速转化为一把锋利的太刀，仿佛响应着他的意念。可以测试的地方吗？艾尔对莱恩询问道，想要进一步感受这套战甲的威力。一块的金属装都可以使用。点头指向不远处的训练区域。艾雪尔毫不犹豫地举起太刀，一刀劈下去，金属桩在瞬间被整齐地切断，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响。的出力这么大，断裂的金属桩难以置信地说道。是的，我设计的纳米机器人群可以高效地利用结晶石来释放出巨大的热量，形成切割效果。厉害！艾雪尔赞叹道，转头看向莱恩，眼中充满了敬佩。这是你45届的首席研究员。在艾雪尔感叹莱恩的才华时，训练室的大门突然自动开启，一个身穿军装的指挥官步伐坚定地走了进来。他的表情严肃，显然带来了新的指示。后卫自由军下达了新的任务。艾雪尔立即收起了那一抹轻松神情，变得认真起来。关是什么任务？公主决定将泽尔法公开游街，以此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势力。然而游行期间可能会有敌对势力试图截胡救出泽尔法，你和你的龙骑兵小队被指派为泽尔法游行车队的护卫，确保他不会在途中被解救或暗杀。指挥官直截了当说明了任务内容。指挥员离开后，两人开始讨论任务。这种公开游街本身就带有极大的风险，
敌人很可能会趁机动手来解救泽尔法。但是最怕的是他们暗杀掉泽尔法。他们有暗杀泽尔法的理由吗？泽尔法明明是一位地方总督。如果我是公主的敌人，那么在海滨城杀掉泽尔法，就能显示出公主连自己的领地都无法驾驭，可以摧毁她的公信力。莱恩听到埃希尔的推测，微微点头表示同意。你说得罪敌人，若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削弱公主的影响力，那么在公开游街时暗杀泽尔法无疑是最佳时机。打击公主的威信对于他们而言也很重要。我们不仅要防备敌人的解救行动，还要时刻提防暗杀者的潜伏，他们可能会隐藏在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迷惑我们。莱恩的眼睛闪过一丝兴奋，他快速地在终端上调出了纳米机器人的设计图。技术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就开始飞速运转。我们可以用纳米机器人组建一张保护立场，围绕着游行车辆形成一道不可见的屏障。这样一来，无论是子弹还是其他远程攻击手段，都会被立场挡住，无法伤害到车队内的任何人，特别是泽尔法。你有把握可以实现这个技术吗？毕竟敌人的攻击可能不仅限于普通的子弹，还可能使用高科技的破坏性武器。当然有，我已经有了这项技术的原型，虽然还需要一些优化，但我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完成它。不过既然你提到高科技武器，我们必须对立场进行多方面的测试，以确保它能抵御各种形式的攻击。测试需要多久？我需要凯莉的帮助，她是专业的狙击手，能够准确评估立场的防御能力。我们可以模拟敌人的狙击和高强度火力攻击，看这张保护立场是否足够坚固。我会通知凯莉，让她准备好进行测试。我们没有时间浪费，这次任务至关重要。埃希尔迅速用通讯装置联系凯莉，凯莉立刻来训练室，我们需要进行一项紧急测试。她的声音透出一丝焦虑，这次任务的紧迫性让她无法放松。几分钟后，凯莉出现在训练室的门口，她身穿战斗服，肩上背着狙击步枪，神情冷静而专注。什么情况？凯莉直接进入状态，她的双眼在艾希尔和莱恩之间快速扫过，明显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我们需要你来测试莱恩的新立场防御系统，模拟一下敌人可能发起的狙击和高强度火力攻击，看看这系统是否能抵御。凯莉点头，没有多余的废话，她迅速调试好自己的狙击步枪，选择了训练区域的一处高地，远离目标的装置大约有300米。他调整瞄准镜，锁定了目标，一个由莱恩布置的纳米立场模型。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随时可以开始射击。凯莉不再犹豫，扣下扳机，随着一声闷响，子弹呼啸而出，直奔目标而去。在子弹即将命中目标的一瞬间，立场瞬间亮起一道淡蓝色的光芒，子弹在接触的刹那被彻底蒸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中无效。凯莉冷静地报告道，但她的眉头微微一皱，显然对立场的防御力印象深刻。他迅速更换弹药，准备进行下一轮攻击。这次他选择了一种高穿透力的破甲弹。再次开火，这次子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尖锐的弧线，带着比之前更强的冲击力，直扑立场。然而立场再一次完美地抵挡住了攻击，破甲弹被瞬间分解，化作无数的金属碎片。真不愧是莱恩的作品。凯莉放下狙击步枪，语气中透出一丝钦佩。这个立场防御系统确实很强大，可以有效应对高强度火力。然后莱恩微笑着点头，但他的表情依然严肃。虽然测试成功了，但我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确保面对不同类型的攻击时都能保持相同的防御效果。他迅速记录下测试结果，继续调整终端上的参数。我们要尽快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游行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凯莉走到艾希尔身边，轻拍他的肩膀。别担心队长，我会确保我们的防御足够强大，敌人不会有任何机会。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莱恩也附和道。我们所有人的安全都取决于这次的准备工作。
艾雪尔点了点头，感到队友的支持让他内心的紧张稍微缓解了一些，他深吸一口气，重新振作起来。是吧，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三人在训练室中不停地忙碌着，为即将到来的危险任务做最后的准备。每个人都知道，这次行动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死，也关系到整个马尔斯特里亚星的未来。游街当天，天空阴沉的仿佛随时会降下一场暴雨，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大街两旁挤满了围观的民众，他们的表情复杂，有愤怒的，有期待的，有担忧的。泽尔法被锁在一辆巨大的防弹运输车里，双手被紧紧束缚，脸上却依旧带着一丝冷笑，仿佛对于即将到来的命运毫不在意。艾希尔与他的龙骑兵小队全副武装，分布在车队的各个关键位置，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莱恩则在车队中心的位置，操控着他精心设计的纳米立场防御系统。车队缓缓前行，目标是位于城中心的公开处决台。艾雪尔感觉到一阵不安的悸动，这种不安源自直觉。作为一名经历过无数战斗的龙骑兵队长，他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高架桥下的阴影显得诡异，街道的细节仿佛有些错位，这种微妙的差异让他心生警觉。检查周围的数据，我感觉这里不对劲。莱恩的手指在终端屏幕上飞快地滑动，数秒后他的脸色骤变。被困在虚拟现实陷阱里。艾希尔的心跳猛然加快，敌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将整个车队引入了一个虚拟的城市副本中，而他们居然毫无察觉。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目的就是让他们迷失在虚幻与现实之间。正当他准备下令车队暂停前进时，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来，他的视觉突然变得模糊，耳边似乎回荡着令人不安的低语，他的意识仿佛被拉进了另一个维度。虚拟现实不仅在迷惑他们的眼睛，还在试图侵蚀他们的精神。艾希尔立刻激活战甲的神经保护模块，一股冰凉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将那些不稳定的感觉压制下去。他知道这是一场心理战，敌人不仅要瓦解他们的防御，还要从精神上摧毁他们的意志。后有人开启神经保护，保持清醒。随着神经保护模块的启动，艾希尔的头脑逐渐恢复了清明，但他知道情况远未好转。眼前的景象依然扭曲而不真实，仿佛一切都被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他意识到敌人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造的幻象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他们在大脑中植入了微妙的错觉，使得真假难辨。能否定位到我们真实的位置？还在尝试，但这套虚拟系统非常复杂，明显是针对我们量身定制的。暗杀者已经悄无声息地接近了泽尔法的运输车，他们身穿隐形作战服，利用虚拟现实的错乱效果，几乎完全消失在了艾雪尔和他小队的视线中。只有战甲中传来的微弱警报声提醒着艾雪尔危险正在逼近。艾雪尔深吸一口气，迅速调整战甲的扫描模式，将感应器调至高灵敏度，试图捕捉任何可能的威胁信号。此时他的耳边传来了一阵微小的机械声，艾雪尔猛然抬头，看到了一道微弱的光影从高架桥的阴影中闪过。艾雪尔的目光锁定在那道闪过的光影上，他立刻明白那可能是虚拟现实的节点，敌人通过那个点将他们困在了这个虚拟副本中。所有人目标高架桥下的阴影区域，我们必须破坏那个节点。莱恩接收到坐标，毫不迟疑地启动了高能量脉冲装置。他调整了装置的频率，使其能够最大化地干扰虚拟现实的信号传输。随着一道蓝色的脉冲光束射向高架桥下的阴影，整个虚拟环境顿时震荡起来。虚拟城市的画面开始出现裂痕，如同一面打破的镜子，裂纹逐渐扩散，片片虚幻的街道和建筑开始崩塌消失。真实的世界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但与此同时，敌人的暗杀者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正在瓦解，开始加快攻击步伐。艾雪尔紧握战甲内置的武器系统，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突然袭击。而此时，一名暗杀者已经逼近了泽尔法的运输车，他举起了手中的等离子切割器，目标直指纳米立场防御系统的核心。
埃希尔猛然向前跃起，利用战甲的推进器瞬间加速拦在了暗杀者与运输车之间。他挥动手中的能量任迎上了暗杀者的切割器，火花在空中四溅。暗杀者的动作极为敏捷，凭借着虚拟现实的残余效果，他似乎能预测艾希尔的每一个动作，不断闪现隐匿，让艾希尔一时难以锁定他的确切位置。但艾希尔毫不退缩，他冷静地调整战术，将战甲的感应器调至多频光谱模式，同时释放出微型纳米无人机扫描周围的环境，捕捉暗杀者的行动轨迹。就在暗杀者再次闪现准备攻击时，艾希尔迅速发现了他的破绽，一道锐利的能量刃划过空气，直接命中了暗杀者的要害。暗杀者倒地的瞬间，他手中的等离子切割器发出一声尖锐的警报，一道强烈的激光射向了泽尔法的运输车。艾希尔没有丝毫犹豫，迅速用自己的战甲挡住了这个致命一击，激光撞击在护盾上，发出了刺耳的噪音。护盾上的能量光芒剧烈闪烁，但最终成功将激光完全抵挡。随着虚拟现实的崩溃，整个城市的虚拟图像如同被撕裂的布幕迅速消失。车队终于回到了真实的高架桥上。艾希尔的战甲因为刚刚的激光冲击和与暗杀者的激烈战斗而显得有些损毁，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度警觉，迅速扫视四周，确保再无其他潜在的威胁。莱恩终于成功地破解了敌人的虚拟现实系统，车队重新恢复了现实中的行进状态。成功了，我们脱离了虚拟现实陷阱。艾希尔再次检查了泽尔法的状况，发现他依然被关押在运输车内，尽管脸上冷笑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凝重。他显然明白刚才的一切差点让他命丧黄泉。接下来我们必须更加小心敌人不会轻易放弃，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车队继续前行，赶来的战机保护着车队，而在道路两旁的民众完全不知道车队内竟然发生了这么惊险的事件。敌人没有再次袭击，车队抵达了阿斯特利亚公主所在的市议会大楼前的发言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到底市议会后又有什么在等待着龙骑兵小队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请一定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分享，你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我们下期见。